盘点双世宠妃二中坦诚夫妇的几套情侣装，真的是太养眼了。今天小编就来盘点下双世宠妃二中坦诚夫妇的几套情侣装。回顾双世宠妃的造型。在盘点双世宠妃二坦诚夫妇的情侣装之前，咱们先说双世宠妃第一季的服装造型。众所周知，双世宠妃在拍第一季的时候，剧组很穷，可以跟当时的太子妃升职记有得以拼了。试想，女主曲檀儿作为齐府二小姐，却只有一个丫鬟静心，也只有一个家丁，而这家丁还是副导演客串的。由此可见，剧组是真的穷啊！但是就在这重恶劣的条件下，双世宠妃剧组本着必须甜的宗旨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还是在服装上花了点心思。于是我们在看双世宠妃第一季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八王爷和八王妃有很多套情侣装。虽然服饰不够华丽，但胜在用心。这样的古风情侣装真的很养眼，而且有坦诚夫妇的高颜值来加持，自然赏心悦目。双世宠妃二中的情侣装。由于第一季的火爆，双世宠妃二在千呼万唤中终于上线。在这一季中，双世宠妃二甜宠升级，人物关系升级，情节升级，制作升级，当然还有服化道的升级。在双世宠妃二中，服饰精致，衣服刺绣精美，场景美轮美奂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细数下坦诚夫妇的几套情侣装。有一宠爱叫小檀穿什么，王爷就穿什么。一蓝色系情侣装。这是菊小檀与宪八的情侣装。宪八真的好调皮，常常趁着王爷外出就跑来王府调戏小檀，竟然还穿着情侣装跑来王府，带着小檀去卧室，然后猝不及防地来个强吻。这样的画面真的很舒瓜啊，好吧，建议多看几片。二绿色系情侣装。这是菊小檀与古巴的情侣装。说来，同样是莫连成，古巴在双世宠妃二中真的是悲催的。若不是最后与宪八合体，沾了宪八的光，怕是到最后连一个初吻都没有。但是好在在穿情侣装这件事上，王爷是下足了功夫的。因而在剧中经常看到古巴与小檀穿着情侣装亮相。三披风情侣装。这是菊小檀与古巴的情侣装。小檀身着披风是紫色外衣，八王爷外搭紫色披风。这套情侣装的重点就在披风上。同样的色系，再加上郊外清新的风景，真的很亮丽。四大婚情侣装。
说到坦诚夫妇的情侣装，大婚服必须来一套。话说，这也不是两人第一次结婚了，但第一次两人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而这一次的大婚则是满满的共缠绵、生生世世的决心。这套婚服比起第一季的婚服更加精致漂亮。5婚后情侣装，这是坦诚夫妇的婚后情侣装，所以这也是东越国皇帝与皇后的服饰。金色的套装，华丽高贵典雅，衬托着皇后娘娘的气质也up了。很多观众都最爱这套服饰，因为它不仅是情侣装，更是亲子装啊！看着一家3口的幸福模样，真的好甜。莫连成和曲晓檀这对坦诚夫妇的日常古风情侣装真的很养眼啊！果然是良心小宠，在撒糖这件事情上从来不让观众失望。而身着情侣装的坦诚夫妇还真的是有夫妻相啊！双世宠菲儿突然加入的人设到底有多吸粉？他靠这4点实力圈粉。双世宠菲儿虽然已经大结局，但还是可以回刷2次，回味一下里面的剧情。第2季里的人物、剧情都设置得不错，有一环扣一环的感觉。特别是第2季的脑洞大开，让网友们觉得更加期待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越来越精彩。不单单有八王爷精分，连刘商也开始精分起来了。不得不佩服演员们的演技，在诠释多角的时候，能角色细节都把握得非常的好，这也是让大家熬夜也要追的原因。特别是永夜国的公主蓝夜戏，让网友们以为她的加入将会从本来的4角恋会演变成5角恋。虽然是原班人马，但也有新血液的加入。小三白莲花，这是在她没出现时大家猜想的人设。就在网友们期待编剧会如何展示人物的角色，进行你争我情感纠葛时，原来公主只不过是一个过客，真性情的她让人忍不住点赞。虽然她只是出现极短时间，大家还是被圈了粉。蓝夜戏身上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它都有哪些优点。第一，自信。蓝夜戏刚入宫拜见皇上的时候，面对皇上的质问，为何入宫了还要鞭子不离身？看着高高在上的帝王，公主并没有胆怯，而是很自信地说：“这是永夜国习惯。”见过世面的公主，并没有因为见到大人物而有稍微的胆怯之心，言谈中都落落大方。能打能武的公主，就算来到了东越国是和亲的身份，在自己的婚事上还是有话权的，就算是父母也无权干涉。这一点她对自己非常的自信，觉得自己是值得更好的，并没有因为和亲的原因而对自己的妄自菲薄。最终皇上也给予他选择的权利，并夸赞他永夜人生性豁达，不拘小节。
蓝夜夕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对眼的人刘商。第二，正义。当县八装扮的刘商因为身体的原因，已经没有能力去守护曲小檀时，他不得不跟他提出分手。刘商找到公主，要帮他演出一场分手戏的时候，蓝夜夕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在公主的身上，他表面看着蛮不讲理，却很蛮仗义的。他看出了自己喜欢的人和对方是两情相悦，他来找自己在曲小檀面前秀恩爱，只不过拿他当挡箭牌。不过没关系，对于喜欢的人，得不到也想他幸福。他对有一面之缘的曲小檀也有好感，所以他无所谓这些，能帮就帮。他是真心喜欢刘商，没办法看到他不好，就算他心中没有自己。为此，公主提前告诉刘商，曲江林身上有邪物，会对刘商有所不利。也正是因为公主的提前告示，刘商才知接下来要如何做。生活中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在发现对方已经有深爱之人时，能及时放手，不去纠缠，也不去伤害对方。在对方有所求时，尽自己努力做，让他得到幸福，也是对自己的一重放手。及时放手，才是爱他和爱自己的方式。第三，正直。帮了刘商的公主，并没有在此强人所难，要求对方做什么，或是以此要挟对方给他换取等价的交易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在这里，公主来这的目的是和亲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对自己脾气的人，却心有所属。换成别人，相信会在这时向对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迫使别人答应。就如《延禧攻略》的尔晴，自己设局陷害魏婴落后，再以高高在上的救命恩情出现在傅恒面前，迫使他和自己成亲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是公主和尔晴的不同，所以公主直接让人喜欢，而尔晴却成了街边老鼠，人人看不得好。一个有正直之心的女子，就算没有很大优势，也能让人舒服，自己也会过得舒坦。第四，傲娇。公主的身份很好用，在取代夫人面前这个优势更为明显。当戴夫人被公主枪得气短时，她傲娇又搞笑的动作，才是让大家圈粉的原因。把戴夫人数落下人的话语模仿得有声有色，又特别有气场所，让戴夫人在后面傻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。一直以为她是个白莲花，原来是个善良的人，是个傲娇的小可爱。这样的公主，如像下期戏在那些得不到幸福的女孩中写的，我们不够安稳，不够聪明，任性叛逆，特立独行。但我们善良，有心有胆色，我们都是好女孩，上帝会照顾好女孩。不久之后，上帝会让我们这些没有幸福的女孩得到幸福吧。只要你足够好，幸福就会来临时。
看完公主的出场，人美衣服美，你有对她圈粉吗？是什么原因让你被她圈粉的？她的出现真的不会破坏坦诚夫妇感情？一起在留言区说说吧。从太子妃升职记到双世宠妃2，网剧也要带着智商看了。前年的一部《太子妃升职记》，因为上映之前流露出的片花画风太过清奇，起初大家是不看好的。这样低质量的作品本以为会泯然众人，没想到上映之后一举登上收视率榜首。大概是因为这样简单的剧情不用动脑，画风又很搞笑，喜闻乐见，瓜和大众日常消遣吧。继《太子妃升职记》之后，网剧在去年又登上了新高峰，一部《双世宠妃》从开播以来，瞬间登上了各大视频网站的收视率榜首。去年暑假一部《双世宠妃》真是忙坏了网友们，曾经觉得《太子妃升职记》已经够狗血搞笑的了，没想到这部剧更加没人性，让人不得不追。这部剧没有高成本的制作，在选角方面也是只求演技不求名气。男主八王爷是由新人邢昭林饰演，这个小哥哥在出演《双世宠妃》之前还参演过《楚乔传》，搭档林更新饰演林狗的忠心小侍卫。这次作为男主出演网剧，没想到因此一炮走红。看着东岳第一美男八王爷的风姿俊朗，网友们再次觉得单眼皮的男生真是魅力无限啊！而这部剧的女主梁洁也是个新人，虽然这是她的第一部作品，但是梁洁的热度可并不小。她是蒲八甲的绯闻女友，据传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梁洁在《双世宠妃1》中饰演一个精分的女主，现代思维跟古代人设随时切换。这样的神奇人设在传统古装电视剧中十分新奇，就算是之前很火的几部穿越剧，也没有这样狗血的设定。时隔1年，《双世宠妃2》原版人马再度来袭，但是并不被大家看好。第一部的起点是非常高的，很多人说网剧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，第一部的成功不过是因为档期很好，暑假的时候收视率比较高。这种没智商无脑的剧情不可能成为经典，也不能持续性播出。但是也有《双世宠妃1》的死忠粉对于第二部十分看好，因为在第一部的时候，结尾有彩蛋是八王爷跟曲小檀双双来到了现代，所以大家就很期待第二部里面两个人在现代的恋情。现在《双世宠妃2》已经开播很久了，观众们却发现第二部的剧情发展有点离谱，新的剧情实在是让人颠覆三观。在第一部的剧情里，女主曲檀儿是个精分少女，但是在第二部里，却轮到男主莫连成精分了。莫连成从东岳穿越来了现代，因为超高的智商迅速学会了现代文明，并且见到了还没去过东岳的曲小檀。但是由于黑衣人的迫害，他跟曲小檀都又穿越到了东岳。而这时，现代莫连成就跟古代的八王爷相遇了。
这重双男主的剧情真是让人无法分辨啊！不少网友感慨，本以为是想看看男主女主谈恋爱图个乐呵，没想到竟然还要带着智商看第2部了。看来网剧是真的要大火起来了。双世宠妃主演换上现代装，小谭竟输给了他，大王爷成第一帅。双世宠妃2虽然已经收官了，但是甜宠的剧情依然让很多观众难以忘怀。是宠妃2除了剧情精彩以外，也是一部高颜值的网剧，其中曲檀儿的古装扮相尤其可爱，可是曲檀儿现代装的扮相却没有古装那般甜美，实在令人可惜。邢昭林在《双世宠妃2》中扮演的是风度翩翩的八王爷，不仅外表俊美，对曲檀儿也是痴心一片。换上现代装的八王爷，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少年，不仅时尚，而且依旧很帅气，不愧是东越国第一美男子。大王爷莫一环是由王瑞昌饰演，王瑞昌在《双世宠妃2》中结局依旧孤单一个人，赚满了很多观众的眼泪。可是现实中的王昌瑞却比古装扮相更帅，王昌瑞的现代装看起来高冷又迷人，比邢昭林更有气质，绝对堪称第一帅。静心是由女星孙艺宁饰演，静心在剧中不仅是菊小檀的丫鬟，还是菊小檀的挚友。不仅甜美可爱，性格还温柔善良，换上现代装的孙艺宁不像一个丫鬟，更像被宠到大的小公主，看起来娇憨可爱。钟琪饰演的是曲檀儿的大姐曲盼儿，虽然曲盼儿为人心狠手辣，而且经常陷害自己的妹妹曲檀儿，但是她这么做的目的却都是为了大王爷莫一环，最终她也为莫一环而死。没想到曲盼儿的现代装妖媚迷人，比妹妹曲檀儿的现代装还要美。